每天吃维生素竟吃出肝衰竭，医生劝告这2种维生素别乱吃。有时候你以为的养生其实是伪养生。记得之前湖南卫视某综艺节目里，一位女明星为了保持身材狂吃保健品，被人称为行走的保健品粉碎机。明星的生活方式有专门的营养师指导，咱们普通人千万不要模仿。因为有些保健品，比如某些维生素可能会对肝脏产生威胁。维生素为何惹上肝衰竭？张大哥今年刚刚50出头，身体还算硬朗，平时注意养生。他每年都要去体检，而且还懂得怎么过日子才能更健康。但是前段时间，他却突然感觉全身没力气，不想吃饭，一阵阵恶心，还总是呕吐。一看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去了医院看看。结果大夫告诉他得了肝衰竭。经过大夫仔细询问，才知道原来张大哥长期吃太多的维生素药片，特别是含 A、D 的维生素。一开始他听人说维生素很有用处，对人体有益无害，所以就自己买了很多维生素药片来吃。他以为吃的越多越好，所以每天都吃比建议量还要多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。可是他根本就没想到，这样做竟然会给他的肝脏带来那么大的伤害。医生告诉他，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都是脂溶性的，它们在我们身体里吸收和代谢的时候，都得靠肝脏帮忙。如果摄入过多的话，肝脏就得加班加点的工作，最后就会累坏了，导致肝功能受损，甚至引发肝衰竭。这就是为什么张大哥会得肝衰竭的原因。不想肝脏超负荷，少吃这2种维生素。现在生活条件变好了，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了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。他们选择用摄取额外维生素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，防范潜在的疾病。这个想法是好的，但如果不小心，可能会让肝脏超负荷，引发肝脏疾病。尤其是以下这2种常见的维生素，千万不要一股脑乱补。维生素 A。咱们先来认识一下维生素 A 的重要性。它也叫做视黄醇，对于我们的成长、健康和眼睛视力很关键。它不仅能帮助我们维护皮肤、黏膜、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健康，还能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，让我们更有抵抗力。而且对于视力来说，维生素 A 可是守护者，它参与了我们的视觉过程，能保护我们的视力不受损伤。此外，维生素 A 还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健康，促进生长发育。咱们平时吃到的维 A， 它主要存在于动物肝脏、鱼肝油、奶制品、鸡蛋等食物里。这些食物都是我们日常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维生素 A 来源。只要我们保持均衡的饮食，摄入足够的这些食物，就能满足身体对维生素 A 的需求。不过，凡事都要有度。如果摄入过量的维生素 A， 那可就坏事了。因为维生素 A 在体内的代谢过程比较复杂，还会有一定的蓄积作用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吃进去的维生素 A 超过了身体需要的时候，它并不会马上排出去，而是会在肝脏里面慢慢堆积起来。这样一来，肝脏的工作压力就大了，久而久之，肝功能就会受到影响。如果肝脏里的维生素 A 浓度过高，超出了肝脏的处理能力，那就可能会引起肝脏受损，甚至可能发展成肝衰竭。所以大家千万别以为多吃点维生素 A 就能让身体更健康，皮肤变得更滑嫩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，那我一天到底能吃多少呢？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，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900微克的维生素 A， 而孕妇和哺乳妈妈们的需求量还要稍高一些。这个数字是根据我们人体对维生素 A 的需求量和代谢能力来确定的，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。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摄入足够的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，就能满足身体的需求，没必要再去额外补充了。维生素 D， 它就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就像我们身体里的一位大管家，负责管理着我们的骨骼健康、钙磷代谢等等。如果你的体内缺乏维生素 D， 那么你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比如骨质疏松、佝偻病等等。我们平时获取它的来源是2个，第一个是晒太阳，当我们的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时，紫外线 B 可以帮助我们把皮肤细胞里面的维生素 D 前体变成真正有用的维生素 D。
所以没事多出去走走，晒晒太阳。第二个来源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，比如说鱼类，尤其是深海鱼、奶制品、蛋黄等等，它们都含有一定数量的维生素 D。虽然它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，但是我们也不能随便乱补。如果你过量的摄入维生素 D，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不适反应，比如恶心、呕吐、食欲减退、便秘、拉肚子、肚子疼等等。而且如果长期过量摄入，肝脏也受不了呀，会承受不住压力，久了就会罢工。所以成年人每天只需要摄入10微克的维生素 D 就够了。这个数字是根据我们人体对维生素 D 的需求量和代谢能力来确定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正常运转。当然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同，所以具体的摄入量还是要根据个人情况来决定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缺乏维生素 D，最好先去医院做个检查，听听医生的建议。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买点维生素 D 补充剂来吃，以免适得其反。总之，就是不要忽视它的重要性，也不能过度依赖它。3. 预防维生素中毒，做好这4件事。虽然维生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身体正常运转，让我们抵抗力更好，但是如果吃太多，那就不是好事了，甚至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。所以在补充维生素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别让自己的健康在维生素这件事上摔跟头。所以为了预防这件事，咱们在补充维生素时要注意这几点。1. 了解自身需求。维生素不足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常见，它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体质和具体的生活环境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可能因为得了某种病，或者长时间吃了不太健康的食物，导致他们对某些维生素的需求比其他人要多。还有些人可能因为吃的比较均衡，所以根本就不用额外去补充维生素。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了，我怎么知道自己需不需要补呢？咱们可以借助医学的力量，比如做个血液检查之类的，这样就能准确的了解到自己体内各种维生素的含量了。如果不想花这个钱，就仔细注意身体的变化。要是发现自己经常出现疲劳、免疫力下降、皮肤干燥等症状，那可能就是身体在告诉你，可能缺少某种维生素了。这时候就得赶紧去找医生咨询一下，让他帮你看看是不是真的需要补充维生素。2. 做到适量补充，不要看到广告效果就使劲吃，维生素的量对每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。因为每个人的年龄、体重、身体情况，有没有什么病史，还有平时的生活习惯，这么多因素合到一起，才能算出你每天大概需要多少维生素。有人可能会觉得水溶性维生素吃多了还能排出来，应该没什么大事吧？这想法可不太对，咱们就拿维生素 C 来说，每天吃到2到3克就够用了。可是超过这个量可能会出现肚子疼、拉肚子这些小毛病。再比如维生素 B6 和叶酸，虽然是水溶性的，但是如果吃太多的话，有可能让你感到恶心想吐，或者手脚发抖之类的。至于其他水溶性维生素，比如说烟酸、泛酸等，如果吃超标了，也不免有类似的困扰。所以不管是哪种维生素，都不能随便乱吃。3.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。如果不懂怎么分辨网络真伪，就尽量不要网购。尤其是年龄大的人，最好到实体药店去买，或者让营养科医生开。现在市面上各种维生素补品多得让人眼花缭乱，要是想吃点放心、靠谱的，得好好挑挑，尽量找那种口碑好、质量有保障的大牌。这种牌子通常都有一套严谨的生产流程和质量把控系统，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。看成分表也不能马虎，看看维生素种类和含量是不是符合国家规定，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或者污染物质。4. 定期检查身体状况。咱们在保养身体的同时，也得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定期做个血液检查，就是为了看看我们体内的维生素含量是不是超标了，还有就是看看我们的肝脏功能怎么样。当然，还是那句话，如果经济紧张不想花钱，就要留意身体发出的信号。要是经常感到疲倦、没有食欲、恶心想吐等等，那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，摄入的维生素有点儿多了，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了。结语
维生素就像我们身体的守护神，维护着我们的生理机能，帮助我们提高抵抗力。但是，就像所有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样，维生素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摄入过多的维生素，效果只会适得其反。所以千万不要盲目跟风，也不要随便相信广告效果，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。其实最好的补充品是食物，只要做到不挑食、不偏食，营养均衡，身体基本上是不会缺维生素的。如果不放心，花点小钱去做个检查，一看便知。